如果一家公司一年只赚3090万美元，却烧掉了接近2个亿，你觉得它值多少钱？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156亿美元，市盈率整整500倍。这不是狂热时代的 AI 泡沫，而是今年6月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量子计算巨头 Quantinuum。再来看我们国内 A 股的国盾量子，总市值突破415亿，市盈率呢因为一直在亏损，负的，根本没法算。一家连年亏钱的公司市值能炒到415亿人民币，另一家巨额亏损的公司市值高达156亿美元。面对这种疯狂的景象，中国量子第一人潘建伟院士在未来科学论坛上说了这么一句重话：泡沫已经很大很大了，过了若干年之后，搞量子的全变成了骗子，搞真量子的也变成骗子。不是做空机构说的，是搞量子搞了20多年的院士自己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起点。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银子笔记。今天第5期我们聊量子计算。如果你不关心量子物理的话，放心，这一期不要求你懂任何物理，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量子计算机跟普通计算机用的数学完全不一样。有些问题它理论上能算得快得多，至于快多少，什么时候快，能不能赚钱，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先把这个赛道现在发生的事摆出来，你自己感受一下温度。融资，今年1季度国内量子赛道融资32亿，去年全年才24.7亿，一个季度超了去年1年。上交所修订了科创板推荐规定，专门新增了量子领域，也就是说科创板在给量子企业铺路 IPO。 Quantinuum 6月纳斯达克上市，市值156亿美元，本源量子 Pre-IPO 融了30亿，投后估值240亿，国宜量子科创板 IPO 注册生效，半年走完。波测量子启动 IPO 辅导，股价国盾量子从去年低点266块涨到现在的400多，翻了1倍。INQ 一季度营收6470万美元，同比暴增755%。Rigetti 小盘股在10几块美元晃，然后7月14号 IBM 股价暴跌25%，单日创了1968年以来最大跌幅。2季度营收172亿，同比增1%，低于预期，客户预算再往 AI 基础设施上转。然后 IBM 的 CEO 在 CNBC 上说了一句：量子计算最早2028年才能实现营收。一个股价刚暴跌25%的公司，说明年才有收入。而那些已经上市或者马上要上市的量子公司，市值已经几百亿了。这个温度你品一下，为什么突然这么热？量子计算不是什么新东西，费曼1981年就提出来了，绍尔算法1994年就发表了，但30年里他一直在实验室里待着。为什么最近2-3年突然冲进了资本市场？3件事赶到一块了。第一，技术真的在出东西。去年中科大潘建伟团队的祖冲之3号105比特处理速度超经典，超算15个数量级，超过谷歌2024年的成果6个数量级。今年5月9章4号，光量子原型机操纵3050个光子。本源悟空上线了第4代180比特机器，给全球143个国家跑了50万个任务。第二，纠错过了关键节点。以前的量子比特太脆弱，算着算着就错了。潘建伟团队在祖冲之 3.2 号上实现了低于纠错阈值的量子纠错。翻译一下，以前越纠越错，现在开始越纠越对了，这是从能算到能算对的分水岭。谷歌的微漏芯片也独立验证了表面码纠错的可行性。荷兰 Quix 宽通光子路线也首次低于阈值。第三，钱到位了，1级市场32亿，2级市场科创板开绿灯，美国那边 Quantinuum 打了个样。但这里你得停一下，技术出了东西不等于技术能赚钱。这3件事同时到位，只说明量子计算从实验室走进了资本视野。从能不能算到能不能赚钱，中间还隔着一条非常大的沟。问题是什么？我先解释一个你可能觉得无聊但非常重要的事儿。现在的量子计算机没有一台是通用的。量子计算有4条技术路线，每条都有自己的死法。超导 IBM、谷歌、本源走这条，用超导电路里的约瑟夫森结做量子比特，门操作快，纳秒级，跟半导体工艺兼容，比特数容易做多，但相干时间短。
回秒级算着算着就丢信息，而且需要接近绝对零度，零下273度。一台机器大部分钱花在制冷机上。离子井 IonQ Quantinuum 走这条，用电磁场困住单个带电原子，用激光操控，保真度极高 99.99%， 相干时间超长，秒级，全连接，任意2个比特能直接交互，但操作慢， DS 级扩展也难。光子 Piantum Xanadu 中国的9章，走这条，用光子的偏振或路径编码，室温运行，容易联网，但光子之间很难相互作用，纠缠制备有概率性，探测效率是平静中性原子。Query Pascal 走这条，用光镍阵列囚禁中性原子，容易扩展但有串扰。7月有一篇论文说中性原子路线的容错计算可能提前2年，但是可能2个字你得划重点，4条路线，每条都有一个硬伤，没有一条同时搞定比特数、相干时间、保真度和扩展性，不是谁努力不够，是物理定律不让你全都要。所以现在的量子计算机叫 NIBSQ NIZI Intermediate Scale Quantum， 含造中型量子，含造就是有误差，中型就是比特不够多。这个阶段跑一些特定的不需要纠错的问题还行，但离真正能用的东西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什么叫容错？就是比特会出错，但你的纠错码能把错误纠正回来，越纠越对，而不是越纠越错。这个门槛叫低于纠错阈值，过了这个门槛才有意义。今年几条路线相继过了这个门槛，但过了阈值只是理论上能纠错，从理论上能纠错到工程上纠得起，中间是数量级的差距。一台真正有用的容错量子计算机需要多少物理比特？学界估计几千到几百万个，取决于路线。现在最多的超导才100多，潘建伟自己说的。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乐观估计还得10年，也可能20年甚至更长，10到20年。这就是你面对的时间线。这个赛道到底在炒什么？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潘建伟要出来喊了。资本市场看到的是祖冲之3号纠错过阈值，本源 IPO Quantinuum 上市，科创板开绿灯，故事已经搭好了。潘建伟看到的是容错量子计算机还要10到20年。现在上市的公司有多少能在10到20年里持续烧钱活下来？又有多少是真有技术？多少是挂个量子标签在融资？他在演讲里提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东西。他说量子企业上市应该像商业航天一样设硬标准，你得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市，不能自己吹一下就算了。他提议单比特运算精度、2比特操控能力，有没有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这些核心指标必须由第三方权威机构核验公示，不能企业自己说。他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过了若干年之后，搞量子的全变成了骗子，搞真量子的也变成骗子，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他的意思很清楚，不是量子不行，是现在这个节奏下去可能把行业的信用提前透支掉。你再看一下 IBM 股价暴跌 25%， CEO 说2028年才有量子营收，但同一天他在 CNBC 上说到2030年代末这价值达1万亿美元，这个1万亿的数字哪来的不知道，没有任何可验证的路径，但它被放在了股价暴跌之后的安抚语境里。你觉得市场会怎么消化？是看到了2028年没收入的现实，还是记住了1万亿的承诺？这就是量子投资的核心困境。技术进度是真实的，但你能买到的标的和那个进度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时间鸿沟。那到底有什么能投？先说可投标的，美国这边 IonQ 纽交所上市，一季度营收6470万美元，同比增 755%， 但 EBIT 利润率负 420%， 也就是说每做1块钱营收要烧5块多。Quantinuum 刚上市，市值156亿美元，营收3090万，净亏 1.93 亿。公司自己说2029年才推出容错量子计算机 Apollo， 2029年 Rigetti 小盘股10几块美元，做超导量子芯片规模小 D-Wave。 退火量子计算不是通用量子计算机，解决优化问题有优势，但路线窄。 IBM 不纯量子公司，量子只是它业务的一小块。 CEO 说2028年才有营收，而且他自己刚暴跌 25%， 核心业务在被 AI 基础设施抢预算。中国这边国盾量子688027
科创板首家量子企业总市值415亿，市盈率亏损。主营量子计算产品占 38%， 量子精密测量占 10%。和中电信量子集团有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是中国电信系。本源量子还没上市 ，P/E/P/O 估值240亿，国内估值最高的量子计算公司。第4代悟空180比特已上线，但营收呢没有公开数据 ，IPO 辅导进行中。国一量子科创板 IPO 注册生效，量子精密测量为主，博测量子。光量子路线 IPO 辅导阶段，你看完一圈会发现一个问题，纯做量子计算硬件的上市公司极少，已上市的几家国盾、IonQ、Continuum、Rigetti 全部在亏，亏损不是问题，科技公司烧钱很正常，问题是这些公司的营收规模跟他们的市值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Continuum 营收3090万，市值156亿 ，IonQ 营收6470万，但 EBIT 利润率负 420%， 国盾量子市盈率没法算，因为一直在亏。你在买什么？你在买10到20年后的预期，但10到20年里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你换个思路，不投整机，往后面看，量子计算产业链跟半导体产业链结构很像，最底层是量子芯片，往上是稀释制冷机、微波控制系统、测控系统，再往上是量子软件站、量子云平台、稀释制冷机。量子计算机要接近绝对零度，需要这个东西。现在是买方市场，全球能做高规格稀释制冷机的就那么几家。Bluefors、Oxford Instruments， 中国这边是中传重工715，所和杭州凌凌科技，一台高规格稀释制冷机卖几百万到上千万人民币，不管哪条技术路线的超导量子计算机都得买。测控系统，量子比特的读出和操控需要精密的微波电子设备。国盾量子在做这个，它的量子计算产品线里有一部分就是测控设备，量子软件本源有自己的量子操作系统 ，IBM 有 QESKit， 这是生态层面的竞争，类似 CUDA 至于 GPU， 还有一类公司值得关注。做应用层对接的康龙化成跟逻辑比特科技和浙大在合作，用量子计算做药物分子模拟。金融领域安联的报告指出，量子计算在衍生品定价上有潜力，但这些全是早期探索，没有商业化收入。本质上，量子计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用 AI 来类比，大概相当于2015年的深度学习，技术验证已经出来了， AlphaGo 还没有容错预知过了，就像 ImageNet 那年一样，是个里程碑，但不是终点。离真正的 ChatGPT 时刻还有不知道多少年，你现在投，赌的是未来10到20年技术持续突破，公司持续融资，最后活到商业化那一天。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比商业价值来得更快，威胁。8月2号，德国安联集团发了一份报告，核心观点，量子计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威胁可能先于其商业收益到来。什么意思？现在你所有的加密、银行转账、移动支付、HTTPS 网站、比特币都依赖 RSA 或者椭圆曲线加密，这些加密的安全性基于一个假设，经典计算机没法在合理时间内分解大数，但1994年首尔算法就证明了，量子计算机理论上能在多项式时间内分解大数。也就是说，一旦量子计算机足够强，现在所有的公钥加密全部失效。安联报告给了个概率，具有密码学相关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在未来10年内出现的概率是 28% 到 49%。 更狠的是，先收集后解密，攻击者现在就可以截获你的加密数据存起来，等量子计算机成熟了再解。对需要长期保密的金融数据和政府信息来说，这个威胁已经开始了。报告提到，截至2026年春季，约600万枚比特币因公钥暴露面临潜在风险。美国 NIST 从2016年开始推后量子密码学标准化，中国在2024年也启动了相关布局，谷歌、苹果都在自己产品里逐步替换抗量子算法。也就是说，量子计算的商业价值还没兑现，但它对现有加密体系的威胁已经在倒逼全球基础设施升级了。这是一个投资的侧门，如果你找不到量子计算本体该买谁？后量子密码学和量子安全相关的标的可能比量子计算机本身更进一步，但这个方向也很新，能投的标的同样稀缺。说回潘建伟，他不是看空量子，他是量子里最核心的人之一。他出来喊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一件事儿，
技术真正走到商业化还有10到20年，但资本市场现在的节奏是在提前透支这10到0年。如果中间出了1、2个造假丑闻，或者几家上市公司烧完钱倒了，整个行业的信用就崩了。信用崩了，真正做技术的融不到钱了。翟惠清华高研院教授说了一句话，防范过度泡沫化可能是中国未来产业发展里最大的风险点。所以如果你问我量子计算这个赛道到底怎么看，我分3层说。第一层，技术是真的，不是 PPT。祖冲之3号超经典超算15个数量级，纠错过了阈值，本源悟空给143个国家跑了50万个真实任务，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进展。量子计算能算经典计算机算不了的东西，这个基本判断没有问题。第2层，商业化还很远。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移0到20年，现在所有上市的量子公司都在亏，营收规模跟市值差2到3个数量级。你能买到的标的，要么是纯量子概念股亏着钱，市值几百亿，要么是大公司里的一小块业务。IBM 说2028才有营收，你买的不是现在的收入，是10到20年后的预期。第3层，威胁可能比价值先到。量子计算的商业价值还没兑现，但它对现有加密体系的威胁已经在倒逼全球基础设施升级了。后量子密码学可能是比量子计算机本体更进一步的投资方向。如果你真想在赛道里找东西，我的做法和上一期人形机器人一样，不急着往里冲，盯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纠错规模，什么时候有任何一条路线在第三方验证下实现了超过1000个物理比特的纠错系统，且纠错后的逻辑比特能有效做计算，那意味着从容错理论到工程实践的跨越完成了。第2个信号，营收拐点， IonQ 或者 Quantinuum 哪一年的营收跨过了1亿美元，不是政府合同，不是研究拨款，是商业客户付的钱，那意味着有人愿意为量子计算的能力掏真金白银。第3个信号，后量子密码迁移的强制时间表，如果美国或者中国出台强制性政策，要求金融体系在某个时间点前完成后量子密码迁移，那不是量子公司的机会，是网络安全公司的机会，但那意味着量子威胁被正式纳入了基础设施预算。这3个信号哪个先到，方向就往哪里偏。在那之前，我目前的判断不变，技术对路远，估值跑在了物理前面。潘建伟说10到20年，我得老实说，在这10到20年里，你可能看到泡沫吹起来又破掉好几轮，每一轮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到下一次有人说不一样的时候，你去查那个数据，不是他吹的愿景，是第三方验证过的，能在工程上浮现的硬指标，没有硬指标的不一样，跟前几次没有任何区别。最后说一句，我不是看空量子，我是在看空估值和进度之间的那道缝，那道缝有多宽，你已经有数了。156亿美元市值，3090万营收，2029年才出容错机，这道缝里塞满了希望，但也塞满了风险。潘建伟比你我都急，他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的人，他怕的不是量子不行，是行业被自己人玩死。所以让子弹飞一会儿，盯信号，别盯股价。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觉得这期分析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